好了，朋友们，很高兴在房间里跟大家见面了。9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一次日本的北陆道，做了一期关于北陆道旅行的视频。其实反响还是比较热烈的，很多朋友都看了，表示很喜欢。在此非常感谢大家。这次我准备做一期关于 JR 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的一个攻略视频。这个视频是结合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以及我回来之后搜索的一些信息，做一个更完善的一个使用攻略，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我想先简单讲一下什么是 JR 的周游券。虽然很多朋友已经非常了解，还是想跟一些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或者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 JR 的周游券呢？其实就是相当于用一定的价格去买一张车票，在它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内，无限次乘坐它指定的公共交通系统。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就相当于大家去吃了一个自助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花一笔钱，无限畅吃它所规定的一些菜品。JR 周游券的话，我们国内一般有一个比较简单统称，就叫 JR Pass， 之后我都叫它 JR Pass。我算是一个比较深度的 JR Pass 的用户了。我曾经去过东北，用过东北的 JR Pass， 也去过九州，用过九州的 JR Pass。上次我也使用了北陆的 JR Pass。JR Pass 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那种必须要买的东西，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情况和旅行的一个行程去买。有时候看上去这个 JR Pass 会省很多钱，其实它并没有省钱，甚至还会让你的行程变得更糟糕。购买它的话一定要谨慎。JR Pass 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呢？首先，第一，我觉得比较适合对日本铁路有所了解的朋友。众所周知，因为日本铁路是非常的复杂的，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朋友肯定会被日本铁路给搞得晕头转向，而且 JR Pass 里面又包含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公共交通。如果对日本交通不是很了解的朋友，首先可能会搞不清状况，不知道去乘哪些车，什么车会更划算，什么车会更快，导致自己的行程被耽误。第二点，我觉得 JR Pass 适合对行程有非常严谨规划的朋友。首先，因为 JR Pass 它是有规定的时长的，在这段时间内，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每一天的行程，让 JR Pass 发挥到它最大的一个功效，这样才能省钱。而且 JR Pass 它会把 J 人变得更 J， 因为很多时候它的公共交通非常的少，导致你必须把每天的每一个时段你要乘什么车，甚至都要写下来。JR Pass 有时候是个双刃剑，因为你脑子里想的都是省钱，就会导致你整个旅行几乎不容出任何的一个差错。虽然是省钱了，但是它会把你的旅程会变得更死，切得更为的细，导致你并没有那种随心的那种体验。对于一些对旅行比较随性的朋友来说，JR Pass 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点，我觉得 JR Pass 比较适合旅行时间并不是很充裕的朋友，可能有些朋友预算不是很足，旅行时间不是很长。大多数 JR Pass 都会包含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交通，就是新干线。新干线的特点就是它非常贵，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快，它非常的能节约时间，其实相当于用钱买了自己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衡量一下这所有的因素之后，再去考虑是不是买 JR Pass。我去日本那么多次了，其实我很多时候是不买 JR Pass， 因为某些行程的 JR Pass 对我来说并没有做到省钱跟省时间，反倒是自己花钱倒更便宜。希望我能让看这个视频的朋友解决掉第一点问题，就是对日本铁路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自己做规划的时候会更加的游刃有余。那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那就是 JR 北陆道 Pass 的使用。JR 北陆 Pass 是在 JR 西日本 Pass 的一个分支底下，不仅是 JR 北陆道 Pass， 它其实有很多 Pass， 大家可以登录 JR 西日本铁路的官网去查看这些 Pass。JR 北陆 Pass 的使用区域主要是日本北陆道的3个线，分为石川县、福井县跟富山县。石川县的首府是比较知名的金泽，福井县的首府就是福井，富山县的首府是富山。大家可以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 JR Pass 的使用区域，最西边是到福井县的小滨，最东边是到富山县的黑部与奈月温泉，北边会到能登半岛的河仓温泉。那么南边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说头的。可以通过这张图看到 JR 北陆 Pass 的主干道是北陆新干线，也就是从敦贺始发一直到黑部与奈月温泉这条线，沿途会路过福井、小松、金泽、新高冈以及富山等大城市。其实最适合买北陆 JR Pass 的朋友呢，是通过飞机抵达小松机场以及富山机场的朋友，这样大家就不需要花额外的价格去从其他地方到北陆这块地方。当然很可惜的是 JR 北陆 Pass 它是不包括从小松机场到小松以及富山机场到富山站的2段机场线的一个公交。其实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坑的，虽然也没有多少钱。到小松跟富山机场的好像在国内只有上海能飞抵那2个机场，只能抵达大阪或者东京的朋友的话，就需要额外的自己
花钱从这2个地方到达北路，再使用这个 JR Pass， 也可以选择买别的 Pass。别的如果像从大阪和东京到北路的这个 Pass 的话，我最后再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购买这张 JR Pass 的方式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在 JRC 日本官网购买它，也可以通过一些代理，像携程、像 Klook 都可以买到它。有时这些代理网站会打折，或者送一些门票之类的，大家可以到时候通过对比去买。价格的话是7000日元一张，现在汇率差不多是330到350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格。儿童的价格是3500日元。它对儿童票的定义是6到11岁，大人或儿童铁路的周游券持有者可免费携带2名幼童。1至5岁，第3位幼童起需要购买儿童铁路周游券，不满1岁的儿童是免费的。JR北路 Pass 它的使用期限是4天，它是连续的4天，不是分开来4。对于购买 JR Pass 的资格，就是你必须是外国人，就是你不是持有日本护照的，这点我相信大多数去旅游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而且要持有短期滞留签证、像旅游签，持有长期的留学和工作签证的朋友是不能买的。购买了 JR Pass 之后，他会送你一封信，那封信上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并不是你的 JR Pass， 这个 JR Pass 是需要到日本当地去兑换的。这就是所有能换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的车站，有富山站、新高冈站、金泽站、小松站、福井站、敦贺站，甚至到京都站、大阪站、新大阪站、关西机场都是可以兑换的。那么 JR 北路 Pass 的兑换方式其实也很简单，比起很多 JR Pass 到人工柜台兑换要排队相比，它是非常的方便的，它可以直接在机器上去兑换。大家到了这些 JR 火车站要搜寻一个绿颜色的一个闸机，上面会标得很明确，上面会有个护照的标识，那个闸机上也可以使用中文，然后将 JR 或者是代理发给你那封邮件上的那个二维码去扫描，然后就可以兑换 JR Pass 了。兑换的期间需要扫描你自己的护照。需要注意点就是在兑换的时候有一个需要你选择 JR Pass 使用的起始时间，相当于你使用这个 Pass 的第1天。其实你兑换 JR Pass 当天不需要作为你使用 JR Pass 的第1天，比如说你周1去换 JR Pass， 你可以选择周2开始使用，甚至周3开始使用都可以选择。这点就是看大家自己个人行程安排了。兑换成功之后，他会给到你3张纸，其中2张纸是收据和发票，最后一张长方形的一张票子，就是 JR 北路 Pass 的那个票子。这张票子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啊，如果丢了就完蛋了。讲完了购票，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如何去使用这张票子。首先要讲的是它能使用的交通工具。那么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新干线。JR 北路 Pass 的能使用的新干线就是日本北陆新干线啊，这个新干线是日本最新的一条新干线，它是在15年的时候建成第1段，从东京到金泽；24年的时候建成了它的第2段，也就是从金泽到敦贺的这一段。从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西起是敦贺，最后的终点站是东京。但是我们 JR 北路 Pass 却不能就是撑到东京，它的一个区域是从敦贺到富山的这个黑部与奈月温泉，后面大家是千万不能去撑过去的。和很多其他 JR Pass 不同的点是， JR 北路 Pass 只能使用新干线的自由席。日本的新干线是有2种的车厢，一种是自由席的车厢，一种是指定席的车厢。指定席的车厢就相当于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位置，自由席呢就相当于在这个车厢里面大家可以随意坐。很多其他的 JR Pass 是可以免费的去兑换指定席的，但是北陆 JR Pass 却不行。北陆 JR Pass 只有自由席是免费的，可以在它官网上看到，就是如果大家要坐1等座或者是指定席的话，需要另外购买对号入座票。我也没有去尝试过去花钱买这些票子，如果有花钱预约过指定席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自己当初是怎么换的。其实个人使用体验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没有位子，因为北陆新干线其实乘坐的人并不多，那么基本上自由席都是有很多空位的，哪怕自由席位子是满的。其实从最西边的福井这边到最东边的富山，可能整个行程加起来也就1个多小时，也可以选择站立，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除了自由行跟指定行之外，大家一定要了解，其实北陆新干线它并不是一条线，它其实是分为好几条线。在北陆 JR Pass 囊括的这段新干线里面，其实是有3条的北陆新干线。首先是卡嘎亚基，我们之后称之为黄线，这条是从东京到敦贺的。第2条线叫哈库塔卡，我们之后称之为红线。这条线呢也是囊括了从敦贺到东京的整个北陆新干线。红线跟黄线不同的一点就是红线它的停靠的站会更多一点。第3条线叫此路基，我们称之它为蓝线，它囊括的线是从敦贺到富山这块区域。相比于红线跟黄线，蓝线的车次是最多的，也是大家可能碰到最多的一条线路。红黄蓝线这3条线，黄线大家是不可乘坐的，因为黄线是全车指定席，
刚刚说了，北陆 JR Pass 是不能使用指定席的，红线跟蓝线大家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如何去分别呢？大家可以到达现场去看它的列车时刻表，其实它也就是按照红黄蓝去标识这3个不同的线路的，所以大家其实很好分别。北陆新干线的车次其实并没有特别多，1个小时可能也就2-3班。如果大家对自己的行程有焦虑的话，我想在某个时间想知道在哪里什么时候撑到哪个条线路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使用谷歌地图提前去搜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想搜索釜山到金泽，我可以搜索这边就有一条叫 Hokuriku Shinkansen， 可以点进去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干线的首发时间是12点41分，这是我现在的时间。点击这个 OSO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他线路，在这个线路前面也会有相应的新干线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卡格亚基，就是我们刚说的黄线，这是不能撑的。那么第二个这个就是此勒基，是我们可以撑的。那么第3个就是哈库塔卡，也是我们可以撑的。大家可以点击这里都可以搜索未来可以撑的时间这样就可以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行程。大家想搜一下明天的话，那这里可以搞一个未来，比如说是明天，那么同样的时间也可以搜到新干线，但是一定要看好，有时候你搜索的时间并不是新干线始发时间，11点40才是新干线始发的时间。通过谷歌地图这个未来时间，大家可以去好好规划自己的行程，因为其实日本的新干线它是非常准时的，就是谷歌上显示时间就是它出发的时间和到达时间。如果大家还是感觉有点虚的话，就可以去北陆新干线的官网去搜索他们的时刻表，就会显得更清晰一点但是我一般就直接看谷歌地图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的所有的铁路，包括新干线，它其实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以及节假日这3个不同的时间段，它可能的车次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礼拜3在规划自己礼拜天的一个行程，大家一定要把时间搁到礼拜天，礼拜天的车次时间可能跟礼拜3的车次时间是不一样的。使用新干线其实很简单，就是走到新干线的闸机，把这张卡插入闸机里面，然后就可以进站了。然后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乘车方向，看好自由席在哪里。日本的车站标识的还是很清楚的。在我看到的北陆新干线，它的自由席一般是有2到3个车厢，进了车厢坐下来就可以了。出站也是一样，出站就是把票子再塞到闸机出站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觉得怕，就是说万一我进错闸机怎么办？比如说像在小松，其实它整个 JR 大站里面除了新干线，还有石川的当地的铁路。你放心，就是如果你这个票子不能撑的话，它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所以也不需要担心就是撑错车。其实从几个大城市到大城市，除了新干线也有别的铁路，比如说像金泽到富山也可以撑它的石川的当地的铁路，其实是很便宜的，可能也就1000块钱左右的吧。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没有必要使用新干线，新干线纯粹就是节约时间，因为新干线会比这些当地铁路可能节约1半的时间嘛。单买新干线的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从富山到金泽这段路程，它的单程的价格是3390日元，相当于大家撑2次基本上就回本了，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到底是撑当地铁路划算呢，还是买 JR Pass 去新干线划算呢？新干线最主要就是大家不要撑过站，西边的敦贺是不可能撑过的，主要是东边千万不要撑过黑部与奈月温泉。讲完了新干线，我们就来讲一下第2条它能使用的线路，就是 JR 线。新干线可能大家理解为更像大城市到大城市的那种高铁，那么 JR 线就更像那种城际铁路吧，从大城市发散到一些小地方的一个铁路。JR 北陆 Pass 能使用的 JR 线呢，从敦贺到小滨这条线路就是 JR 小滨线。福井这边从月前花堂到九头龙湖这条线叫做 JR 月美北线。在金泽这块金帆到河仓温泉这一段线路呢，他们称之为是 JR 七尾线。在高冈这里，从成端到高冈站是 JR 成端线，高冈和滨见之间这条线路叫 JR 滨见线。在富山这边，从富山到诸谷这个地方呢，叫做 JR 高山本线。我个人使用的 JR 的线路就是这条 JR 滨见线。进站的时候把票子给人工看，出站的时候把票子再给那些检票人员看就可以了。其他的线有没有闸机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其实整个 JR 北陆 Pass 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条 JR 滨见线了。很多朋友就会去到高冈，去到宇晴海岸，去到滨见，这些地方都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游览的城市。在 JR 线上使用 JR Pass 一定要注意它终点站，因为它有很多线路虽然是能用，但是它只能用某一段区域。比如说像 JR 小滨线，其实从敦贺到小滨这一块并不是整一条线路，往西还有更远的路。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第3部门铁道。那么什么是第3部门铁道呢？大家就可以认为其实它是个私营的一个铁道。刚刚说的新干线和 JR 线其实都是他们国营的，除了 JR 线和新干线，日本当地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线路，这些线路一般都是私营的，或者是当地政府的弄的一些线路。JR 北陆 Pass 里面也可以使用这些线路。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它使用的线路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金泽这边这块 IR 石川铁道线路，富山到高冈这一段的
阿伊诺卡泽富山铁道、富山爱知丰铁道、福井到越前花堂这边的一个福井幸福铁道，从福井到三国港、福井到圣山这一条线路，他们称之为是越前铁道。最后一条呢，就是从七尾到河仓温泉这边的一个能登铁道，一共这5条铁道。这些第3部门铁道也是那种村村通那种铁路，也会连接一些大城市，但是更多的是那些小地方的居民所使用的一个铁道。是我使用过的是从富山到高冈的这个爱知丰这个铁路。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使用 JR Pass 这一条铁路是用的最多的，宇群海岸啊、高冈啊、滨见都是比较火的一个旅游目的地。JR 北陆 Pass 呢，只能使用爱知丰的其中一段，也就是从富山到高冈。其实爱知丰它这条线路是很长的，它首发站是从石洞站一直到越中宫崎站，富山到高冈这一段线路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但是使用第3部门铁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说让你随意使用的。我其实个人在 Vlog 里面是使用错误的，但是我很幸运的避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到 JR 北陆的 Pass 官网可以看到，爱知丰富山铁道富山到高冈之间，但是仅限于乘坐普通列车。经过这2个车站时乘坐，除了富山高冈以外，在该区间内以及该区间外的爱知丰铁道的其他车站下车时是不属于使用的对象范围的。这句话我估计是他用谷歌翻译或者 AI 翻译把日语翻译到中文的，就是写的不像人话。我后来也是看了别人的攻略才意识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人话，就是从富山乘坐爱知丰电铁去高冈的话，它中途其实不能出站的。那么在高冈呢，又只能作为经途站，要在站内换乘 JR 的滨见线，最后在滨见线沿路的车站中才能出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后来我在别的网站上看到，因为爱知丰电铁是第3部门的铁道，第3部门铁道呢，它并不属于 JR 的这个管辖范围。那么 JR 为什么将爱知丰电铁放到自己的 JR Pass 里面，就是为了让你去使用它的 JR 线，就是你必须明确你要表示你自己乘到了这个 JR 线，你才能使用爱知丰这段电铁。只乘爱知丰这段电铁的话，它是不会让你使用的。那么具体是怎么样子呢？据网友说是进入富山站的时候会有人工的检票，他会问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如果说我是要去高冈站的话，那么他是不会让你进站的，他会让你补票的，这个 JR Pass 是不能使用的。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去 JR 滨见线的某一站，比如说我要去宇晴海岸，比如说我要去滨见，他就会放你进去了，是不是很离谱？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看过我 Vlog 的朋友都知道，我从高冈顺利出站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富山进站的时候并没有碰到人工检票，所以也没有人来问我去哪里，这么我就顺利的进站了。到了高冈之后呢，是人工检票出站，但是他可能认为我是从滨见回来，那么我使用的是 JR 线，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我的 JR Pass 顺利出站了。如果真的要遵守规则的朋友的话，如果大家是去宇晴海岸玩，直接不想在高冈玩的话，进站的时候说我去宇晴海岸就没有事儿了。如果大家想在高冈玩的话，那么我这里想到有2个办法，可能有点曲线救国的也没办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乘新干线从富山乘到新高冈，然后再从新高冈乘 JR 滨见线到高冈站。那么第2个就是跟检票员说，我想去的不是高冈，我是去的是越中中川站，因为越中中川站是 JR 滨见线从高冈到滨见途中的第1站，通过越中中川站一走回 JR 的高冈站。如果是到越中中川站下车的话，大家可以一路走回高冈，是会路过高冈城公园，也会路过哆啦 A 梦的美术馆，最后抵达高冈站的，其实也是可以一路玩过来的。这才是通过正常规则去高冈的方式。当然，如果大家像我一样运气好，没有碰到检票入站的话，那么如果脸皮厚点，也可以从高冈出站。我绝对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是偷鸡的，我这里要澄清一下。除了爱知丰电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外2条铁道，一个就是 IR 的石川铁道，就是金泽到金帆之间的。我们可以看这张图，从金泽到金帆之间，它连接的也有一条 JR 线，就从金帆到河仓温泉这条 JR 线。我个人理解也是从金泽进站到金帆中间是不能下车的，金帆也不能出站，要从金帆换成 JR 线才能使用我们的 JR Pass。还有一个也就是福井的这个 Happy Line 这个线，这条线也是从福井到越前花堂，越前花堂是不能出站，要使用越前花堂到九龙头湖这条 JR 的越美北线才能使用 JR Pass。但是这2个地方呢，我是没有去过的，也没有使用的一个经验，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工检票。如果有使用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讲一讲自己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也让大家可以不会踩坑。个人认为应该是跟爱知丰电铁是同一个逻辑。还有2条线，一条是越前铁道，就是从三国港到圣山这条铁道呢，它其实首发站都是福井，它只是2条不同的铁道。我搜了一下，它们2个终点站分别是三国港和圣山。那么相当于就是这条线路应该是全部覆盖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不需要再去换 JR 线了。同样，这个能登铁道它也是一样的，虽然它的终点站不是河仓温泉，但是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连接 JR 线才能使用，因为在注意事项里面没有提到这2条线。如果有使用过朋友遇到坑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
JR Pass 也囊括了一些大城市的当地的一些公交，方便游客在当地游览。首先我讲的就是金泽吧，金泽这边它可以使用的一个公交就是西日本的 JR 巴士。从金泽站出站的话，大家在4号站台和5号站台就可以看到这辆巴士。那个巴士是一个蓝色的巴士，车头前面是有个 JR 的标识。个人体验下来，就是这个巴士呢，基本上囊括了整个金泽所有的一些有名的景点。个人使用体验的话，就是车次非常少，有时候1小时就1班甚至2班，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否则就要等很久。大家可以比如说乘这个巴士到某个景点，下车之后看好下一班巴士或者再下一班巴士是什么时候到，然后在这段区间内大家要去游玩景点，在下班巴士到来之前回到这个车站去乘这个巴士。如果不想被这个 JR Pass 缚束住的话，在金泽当地的一个公交也不是特别贵，大家可以购买800块钱的一张1日通行券，就可以乘金泽市内所有的一些环状巴士。其实大家一天就去2、3个景点，也不需要去花这个800块钱。金泽当地的公交单程是210块钱，大家自己算好钱，决定到底买不买这个 pass。那么 JR 西日本巴士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从后门上车到前门下车的时候，把我们的 JR Pass 给司机看就行了，司机会确认你 JR Pass 使用区间，他就会让你下车。JR Pass 在富山也可以乘坐富山地方的铁道。富山市当地的话，大家去了之后就知道，其实他们当地用的最多的一个公交就是他们的有轨电车。但是我在富山是没有乘坐的，因为其实富山市内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一些景点的。大家可以在官网上可以看到富山的有轨电车的一个路线图，可以乘这个铁路到富山的市中心去买东西啊，或者是去逛逛他们那个有个有名的玻璃博物馆。具体使用情况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使用过的朋友也可以交流一下。富山有轨电车这个乘坐方式也是从后门上车，前门下车。我个人理解也是在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的 JR Pass 给司机看一下，司机确认时间之后下车，应该是跟巴士是同样的一个使用方式。有轨电车的单程的价格是240日元，没有买 Pass 的朋友也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一个要讲的当地的铁路呢，就是万叶线，图上的这条黄色的线，万叶线这条线是高冈本地的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它的首发站是高冈站，那么终点是月之蟹。其实使用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下车的时候把票子给司机看就可以了。它的单程价格是210日元，在高冈市内游览的朋友可以乘坐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它有一个哆啦 A 梦的痛车的一个造型，如果对哆啦 A 梦很感兴趣的朋友是免费可以乘坐的。以上我已经把所有的 JR 北陆 Pass 能够使用的公交都讲了一遍，有些是我自己使用的体验，有些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一些是我没有使用过的，但是我推测是那样的，基本上是所有的都囊括了。JR 北陆 Pass 其实是一个相对于比较简单的一个 Pass， 它的线路没有这么多，使用方式也比较简单。然后因为北陆这个地方呢，它没有那么的像东京、大阪这么复杂，其实大家也是很好找这些线路的。它的当地的标识也是非常清楚的，非常适合日本旅游新手使用的一个 JR Pass。我们个人的使用体验就是使用了3天，基本上把金泽跟富山2块地方都玩遍了，还是挺值的。所有的交通加起来不用 JR Pass 是12000日元左右，那么相当于我们节省了差不多5000日元左右。最划算的点就是利用新干线，我们好像一共乘坐了3次新干线，一次是小松到金泽，然后金泽到富山，再从富山回到小松。如果单买这3段新干线的话，就完全已经值回了我们的 JR Pass 的票价。价格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谷歌地图搜索，谷歌地图如果大家搜索2点之间的一个路程的话，它会把价格也会写在下面的，然后大家自己可以去加一下，就是看最后价格到底是买 JR Pass 划算还是不买 JR Pass 划算。最后我来稍微简单讲一讲整个北陆大道有什么好玩的。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日本一个综艺里面评选出来的这3个线里面每个线 Top 5的一些景点。首先是石川县，大家看这石川县这5个景点分为兼六园、金泽21世纪美术馆、金泽城、东茶屋街和金江町市场。其实这5个景点全部都在金泽。金泽也是整个北陆道最有名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比较小，也保留着日本战国啊、江户啊、昭和这些时代的一些风情。就相对于东京跟大阪人会比较少很多，可以通过坐金泽的这个市内巴士把这5个地方1天就可以玩完。那么除了这些地方呢，金泽还有一些像尾山神社啊、像金泽城公园这种地方也可以去逛逛。第二个是我们的福井县，西边的福井县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区域吧，因为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看到这张图就是他们自己评选出来的几个点，一个是东巡坊，然后恐龙博物馆，然后永平寺。首先讲一下恐龙博物馆吧，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比较适合遛娃。
很适合带孩子去。使用 JR Pass 的话，大家乘到福井站，然后再乘坐它的越前铁道，乘到圣山站，然后再从圣山站乘它的接驳车，就可以到达博物馆。差不多整个时间是1个多小时，从福井站出发。从福井站到圣山站是可以用 JR Pass 的。那么从圣山站到博物馆的接驳车呢，好像是300块钱一个人。东行坊就是福井北边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地方，在福井站乘坐越前铁道到达三国港站，那么从三国港站再乘坐巴士就可以到达东行坊了，整个时间好像也是1个小时左右。从福井站乘到三国港是可以用 JR Pass 的，那么三国港到东行坊的这个公交的话是要自己付钱的，巴士的话是200日元一次。还有一个点就是永平寺了，在福井站乘坐越前铁道往圣山方向走，中间有一站叫永平寺前，再乘坐巴士抵达永平寺，巴士单程的价格差不多是430日元。这3个地方我没有去玩过啊，只是我搜到的一个路线，仅供大家参考。我们的 JR Pass 基本上这3个地方都可以使用到的。最后就是富山县了，富山县的 Top 5就如图所示，前2个就不说了，这2个地方是我们 JR Pass 到不了的，需要额外购买，非常贵也是这2年比较火的2个景点，跟 JR Pass 没有关系，我就不提了。这个吴山也是 JR Pass 到不了的，我也不说了。主要是雨晴函，使用的方式就是从富山乘爱知丰电铁到高冈，然后从高冈换 JR 的滨电线，乘到雨晴海岸站就可以了。如果天气好的话，雨晴海岸还是很漂亮的。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远处的阿尔卑斯的山脉。另一个点就是富山这个运河环水公园，它这个地方就在富山的市中心了，从富山站可能走10几分钟就可以走到了。雨晴海岸跟环水公园都在我富山的 vlog 里面，如果对他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 vlog。除了这3个大城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高冈了。那么高冈这个地方被称为哆啦 A 梦的故乡，其实它是哆啦 A 梦作者藤子 F 不二雄的故乡。高冈这个市区里面有很多哆啦 A 梦的元素，高冈市美术馆也有一个藤子 F 不二雄的一个小展览。我们的 JR Pass 还可以到几个温泉了，比如说像芦源温泉，比如说像加贺温泉、河仓温泉、黑部与那月温泉。因为我们这次时间比较紧，所以就没有去这几个地方泡温泉。如果是温泉发烧友的朋友，可以一路温泉泡过去。北陆道另一个比较有名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它是不同的景色，春天春暖花开，夏天全是绿色，秋天枫叶很漂亮，尤其是金泽。那么冬天对日本历史有了解的话，就是北陆道是一直会下雪的。其实北陆道最热门的时段是秋天和冬天。如果有秋天和冬天去玩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晒出你们的照片，让其他朋友来看看大家玩的怎么样。其实北陆道的景点只能说一般般，它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地方，也不是那种很有历史的地方。但是其实整个北陆道体验就让人感觉就是很惬意，人不是很多，比较适合放松。想离开大城市去一些小城市玩玩，大家挺适合去北陆道的。其实从东京和大阪也是可以抵达北陆，从东京乘北陆新干线直接也可以到金泽，可能时间也就2个小时左右吧。如果大家也想使用 JR Pass 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 JR Pass 的，它的 JR Pass 叫做北陆拱形铁路周游券，是囊括从东京一直到大阪，中间是通过北陆道这块地方的。然后它的价格是3万日元，使用天数是7天。从东京到金泽的新干线的价格，我刚搜了一下是14000左右。东京来回金泽这个JR Pass 是绝对就保值了。如果大家飞机到大阪，然后从大阪出发去金泽的话，其实就有很多周游券了。那么我这边比较推荐的就是关西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这个周游券的一个囊括地，也就是从大阪这边出发去金泽。大阪到金泽这段路中间是没有新干线的，只能乘它的一个铁路，就 JR 线。其实时间还挺长的，我搜了一下也是2个小时左右。它的价格是19000日元，也是在7天内使用。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所有北陆 JR Pass 的一个攻略使用方式，一定会有说错的地方或者是遗漏的地方，那么请大家多包涵。我觉得我这个视频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作用，希望就是我说错或者是遗漏的东西，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我做任何的视频的初衷就是通过我的视角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做旅行的攻略，希望就是这个视频能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在北陆道玩得开心，不管用不用这个 JR Pass， 北陆道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使用 JR Pass 千万不要让 JR Pass 去影响你的行程，去影响你的旅游体验。如果它让你的旅游变得更为急促，让你游玩时间没有得到保障，只是为了省钱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买 JR Pass。出去玩一定是以玩为主，一定要是开心为主，而不是说省钱为主。省钱只是在大家对自己旅行有一个整体把控的情况下，去额外去能做到让自己爽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我这边再次推销一下我自己在9月份做的北陆道的 vlog， 如果对北陆道有兴趣的朋友，对北陆道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的 vlog 来看看北陆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JR Pass 到底是怎么使用的，都可以从我的视频里看到。本次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好了，拜拜。